永远不知道在别人嘴里的我们有多少个版本，也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而诋毁过多少次的你。但那样又怎样呢？我只知道努力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一路前行即可。就像我心中的安娜一样，用了3年时间，在深山幽谷中盖出了奢华的木屋。在寒冷的冬日里，屋外寒风阵阵，屋内温度却达到了20多度。一个人坐在奢华的小木屋里，用着亲手建造的豪华壁炉，生活简直不要太美好。上集安娜制作好了壁炉的框架，接下来就是对壁炉的精装修了。由于提前把木板都搬到了门口，所以工作起来就方便了许多。接下来就是制作一批保温板，来安装壁炉的隔热层了。铺设好木板，利用地板缝隙把木板先加工出来。为了解决木板安装时候木板边角拼接的问题，安娜先在木板上画好线，使用尺子来辅助，画出需要去除的斜角位置。把木板铺设在提前制作好的辅助工具上，把多余的部分锯掉，留出3角形的接触面。为了提高自己锯木板的工作效率，安娜使用一片木板当垫板，使用手工锯把木板加工出来。平日里淘气的二狗子，居然难得安静了一把，静静地陪在安娜旁边，处理好木板。安娜回到屋内，把锯好的板子在壁炉上比对了一番。确认数据不会出错后，安娜把木板铺设在地面上，先组装出壁炉口的框架。为了保证框架的牢固性，4个边角拼接处必须用小木条进行连接。身为一个资深级的求宠狂魔，阿黄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安娜身旁，用自己的行动换回了安娜的爱怜。显然忙碌的安娜顾不上照顾他，把拼接好的框架安装在壁炉的开口处。有了前期的精确测量，才能保证制作好的框架严丝合缝地卡入了壁炉之上。安装好框架，使用螺丝把框架和壁炉连接起来，4个边都得进行加固，以保证框架在使用过程中不会脱落。为了合理利用壁炉两边的空缺位置，安娜取回来了木条。先给两侧安装上木条，方便自己一会组装两边的保温箱。听着解压的劳动声，阿黄在一旁又昏昏欲睡了起来，给枯燥的东西增添了一丝趣味。当然，为了保证壁炉的保温性，壁炉的表面也得安装上木板，做出单独的保温层。所以，尺寸合适的造型板也需要仔细测量1、2，铺设好木板，按着壁炉底部的尺寸，在木板上画好需要切割的线条，拿着板子回到屋外。由于手工锯太耗费时间，所以安娜选择使用油锯来对木板进行加工。拿着油锯一顿削，厚厚的木板锯起来还是很费时的，连油锯都吃不消。随着突突突的声音响起，不堪重负的油锯冒出的浓烟，一番忙碌才把木板加工好。把处理好的板子重新安装在壁炉顶部，经过处理好的木板已经能完美的契合在表面了。由于提前在壁炉两侧安装了木条，两边的保温箱的安装就方便了许多，只需依次把木板铺设在做好的轨道上，铺设出保温箱的顶部平面，确保木板完全卡入导轨后，再使用铁钉进行加固。由于壁炉是铁皮结构，必须使用手电钻出孔洞，才能使用螺丝进行固定。有了保温箱来支撑，侧面保温板就有了支撑。依次铺设好木板，再使用铁钉把板子固定起来，壁炉的大体工作就完成了。
仔细检查了内部的连接，确保不会出现疏漏。安娜取回来了木板，开始封闭保温箱。虽然木板是提前做好的，但是安装的时候还是出了一点小插曲，木板不能严丝合缝地卡入框架中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再次回到屋外，使用电推棒把木板前端处理一下，刨出圆润的倒角。再次进行安装的时候，木板已经可以严丝合缝地安装到框架上，还是一样的方法，使用手电钻将螺丝固定好。最后再给保温箱安装上门板，做出单独的存储空间。为了方便存储空间的打开，安娜在门板的上方安装好荷叶。再给门板的底部安装上一个单独的木块，充当门板的把手。安装好门板，安娜仔细测试了下门板打开的顺畅度，按照一样的方式把另外一边的门板安装好，壁炉的安装工作就完成了。收拾好废弃的边角料，安娜来到屋外，小心翼翼地踩着梯子来到屋顶，把烟囱口的防雨罩位置调整了一下。收拾好梯子之后，开始了下一步的工作。由于壁炉是在屋内搭建的，还不能直接进行使用，必要的保护措施还得进行完善。于是安娜在屋外取回来泥土，铺设在壁炉内，好让木质地面做出一层隔热层，把泥土均匀地平铺在壁炉中，壁炉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为了保证壁炉的美观性，安娜还提前购买了墙纸，把它依次粘贴在壁炉表面，漂亮的壁炉就完工了。使用完的边角料刚好能发挥余热，充当柴火是再好不过了。清扫完卫生，安娜把工具重新放入了床底的置物箱，取回来了前一阵工作囤积的木屑，点燃了炉火，坐在壁炉前烤起了火。忙碌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大多数人想要改变世界，却先有人想要改变自己。安娜却做到了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，朝着自己憧憬的生活而去。经历几个月的辛苦忙碌，木屋总算是迎来了收尾工作，难得清闲一把，安娜打算给自己放个假，到野外去体验一下生活。一大早收拾好行囊就出发了。虽然来到这片山林已经3年了，但从来没有去亲近过大自然。历经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一片山坡前，树上干枯掉的菌子是大自然回馈这片山林最好的赠予。到处长满了各种野生菌子。四下探查后，仔细思量一番，决定在此处搭建自己的临时庇护所。赶了大半天的路，必须先来一口能量神泉补充下体力。稍作休息后，安娜拿出了许久未曾使用的工兵铲，把地面的枯叶先清理干净。由于打算在外面放松几天，所以如何搭建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，就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拿着铲子一番忙碌，清理出一片空地，接着从背包里拿出斧子，开始寻找搭建营地所需要的材料。为了保护生态环境，安娜找到一棵倒下的大树，拿着斧子一番忙碌，才把多余的枝干处理掉。显然，一根木头并不能支撑使用，四下搜寻一番，很快就搬回来大量木头。
有了足够的材料，安娜开始了庇护所的搭建。有了建造木屋的经历，搭建个庇护所简直不要太简单。在地面挖好地基，由于没有带尺子，安娜只能用手大概丈量了一下木头的距离，做出一根丈量用的棍子，接着使用棍子当尺子，在木头上测量好位置，把庇护所的立柱先做出来。依次把立柱埋入挖好的地基中，回填入泥土，把立柱夯实固定。在架设上横梁，使用铁钉把横梁钉紧，先做出庇护所的大体框架。正干得热火朝天，却听到了野猪的叫声，安娜只能停下手头工作，紧接着查看着四周，确认没有危险后，安娜找了棵枯死的树，开始收集材料。多亏当地允许砍伐，才能保证安娜肆无忌惮的动工，来来回回折腾好一阵子。为了方便自己工作，安娜把木料收集到一起，才开始了庇护所的搭建。结果一个不小心，被躲藏在树丛里的蜘蛛咬了一口。虽然疼痛难忍，但是为了完成庇护所的搭建，安娜只能忍痛继续工作。为了保证庇护所的长久使用，庇护所屋顶的搭建选择三角形的斜面屋顶。对于一个大聪明来说，没有尺子丈量，凭借各种身体的揣测，也能对一切数值都了然于胸。有了数值来把控，截取材料就容易了许多。拿着砍柴刀一顿削。为了方便屋顶的搭建，安娜在木料上提前做好凹槽，这样等一会安装的时候，只需把凹槽卡入横梁就可以了。组装好屋顶的框架，安娜把三角形框架安装到横梁上，一样的使用铁钉把连接点固定。接着使用一根木棍丈量好跨度距离，开始制作庇护所的墙壁。为了解决饮用水的问题，安娜在地面挖了坑，收集了一些干枯的树枝和叶子，生起火堆烧了一壶水，趁着烧水的功夫，躺在临时搭建的木床上睡了一觉。不多时，水烧好了，安娜吃了点饼干，补充了下体力，接着工作了起来。毕竟要赶在天黑前把庇护所建出来，来防止四处出没的野猪。把截取好的木头依次排列在立柱上，做出庇护所的墙壁。侧面的安装，选择钉入支撑柱后再进行安装，使用尼龙绳来进行捆绑。为了提高自己的安装速度，安娜在侧面捆绑了2根木头，做出支撑柱，依次把木头卡入支撑柱中，再给两边安装上较短的木头，留出单独的窗口，使用绳子把各处捆绑结实，木屋的大体框架就完成了。提前做好的三角支撑架可以帮助安娜更快捷地搭建屋顶，把制作好的木头按顺序依次安装好。一番忙碌才完成一半的任务，此时天色渐暗，安娜打算先把床铺搭建出来，在地面架设好支撑点，竖着摆放好木料，再铺上防雨布，一张简易小床就制作好了。
坐在小木屋中喝着开水，仔细查看了木屋的结构，确保不会出现问题后，安娜在屋外制作了一个烤架。为了方便水壶的使用，安娜制作了一个悬空的支架，捆绑好链条，悬挂好水壶。安娜回到庇护所中，脱掉鞋子，躺在木床上休息了起来。时间慢慢流逝，时间也来到了晚上，把带来的烤肠串在棍子上，放在火堆上进行烤制，顺道给木屋安装上了照明，处理好一切，泡了一碗方便食品，简单的吃了一顿晚餐，体验生活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清晨的丛林，就连空气都是令人舒适的，林子中的白鸟也用自己悦耳的叫声歌唱着新一天的开始。很显然，昨晚安娜睡得不错。满山跑的野猪并没有来打搅安娜。安娜来到屋外，精心收拾了一番。林子中微风拂过，体验生活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安娜回到木屋，穿好衣服，来到屋外取下了悬挂的杯子，晨起喝上一口能量神泉，补充好体力。安娜给水壶中加满了水，在火堆中添好柴火，重新架上烧了一壶水。整装待发的安娜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。昨天已经把木屋大体结构搭建出来，今天趁着好天气，必须把度假小屋给完善出来，才能给自己的荒野生活创造乐趣。四下搜寻一番，又砍了许多木头，分几次把材料运回木屋，方便自己搭建屋顶。还是按一样的方法，先把昨天没有完善的屋顶给搭建出来。当然，封闭式的木屋才能在野兽出没的丛林给安娜提供庇护。拿着测量好的木棍，截取到安装的材料。由于两侧位置还没有封闭，所以两侧屋檐下的三角区域也得安装上木料，把木屋封闭起来。一番忙碌过后，终于把木屋封闭完成了。使用尼龙绳把木料捆绑到框架上，为了以后长久的使用，必要的防雨设施也得兼顾。给屋顶铺设上一层枯叶，做出单独的防雨层。当然，两边都得铺设上，以保证木屋不会漏雨。安娜拿着叶子做的扫把，把木屋周围清扫了一番，坐在木屋中喝了口水，稍作休息，又忙碌了起来。毕竟没有门的小木屋还不能算完美状态，有了源源不断的木料，安娜可以放开手脚来工作。竖着在门框位置安装上木头，使用铁钉对其进行固定。把门安装好之后，木屋就搭建完成了。忙碌了大半天，是时候解决食物的问题了。安娜劈了一些柴火，升起了熄灭的火堆，找了一根竹筒，把竹筒从中间破开，制作出一个简易的夹板。回到屋内，从背包中取出了带来的肉排，把肉排固定在竹架上，架在火堆上开始烘烤。安娜又忙碌了起来，使用木头制作了个架子，把架子安装在窗户上，给上面铺设上木头，制作出一个简单的小桌，方便自己放置物品。由于肉排的烤制时间需要很久，安娜坐在木屋中，拿出饼干简单的垫了一口，才回到屋外专心致志地烤起了肉排。滋滋冒油的肉排看着就很美味，有了安娜在一旁的辅助，肉排也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变得焦黄起来。不多时，肉排烤好了，回到屋内开始进餐。没有了狗子们的打扰，终于可以大快朵颐地吃上一顿了。一口美味的肉排，配上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，真是神仙一般的享受啊！别人还在荒野一天饿3顿，而这家伙小小的身板，居然能吃掉2斤肉排和4个面包。
最后再来上一杯野生的山泉水。这哪里是在荒野生存，简直比度假还要度假。冬日里的山林却丝毫没有寒冷的气息。吃饱喝足后，安娜脱掉鞋子，躺在木屋中美美的睡了一觉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安娜也补充好了精神。一想到家里还有几个毛孩子需要照顾，安娜收拾好行囊，熄灭了火堆，处理好一切，确保没有留下安全隐患，才背起背包踏上了返程。短暂的野外体验生活就这样结束了。第二天喂食好狗子们，安娜又背起行囊出发了。刚建设好的度假小屋，不好好放松一把可不是安娜的作风。虽然清晨天气不太好，并没有影响到安娜的兴致。出门时候好好的，走着走着山林却下起了小雨。由于没有带伞，安娜只能摘了一片叶子充当雨伞来遮雨。经历大半天的赶路，总算又回到了度假小屋。坐落于丛林中的小屋一切如常，唯一不一样的是，走的时候还是好天气，回来的时候却下着雨。还好小雨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安娜卸下背包，把木屋清扫了一番，摆放好生活用品。安娜动了起来，虽然走的时候把柴火埋了起来，但经过雨水的侵蚀，柴火已经变得湿漉漉。安娜只能在树上砍了些干燥的树枝。为了方便自己点燃火堆，安娜使用一根干燥的木头重新制作出了火绒，再使用镁棒把火堆重新点燃。刚收集的树枝成了火堆最好的助燃剂。由于今天是来放松的，所以就清闲了许多。有了火堆的保障，得把食材赶紧处理好。你别说，养了2年半的老母鸡，看起来就发育的不错。把处理好的鸡鸽串在棍子上，架在火堆上进行烤制。为了锁住食材的新鲜度，安娜拿出了买回来的辣椒酱，均匀地涂抹在鸡鸽的表面。趁着烤制美味的功夫，安娜把门口的地面清理了一番，准备制作一套休闲桌椅。使用的材料自然还是取之不竭的木料。虽然刚开始烤制，富含油脂的食材还是滋滋冒油，滴落到炭上的声音很是解压。处理好木料，安娜开始制作椅子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安娜选择依靠树木做支撑，把木头捆绑在树上，做出靠背框架，接着在底部捆绑上木头，最后再给框架上铺设上木桶，就得到一张舒服的躺椅。当然，为了保证后背的舒适性，必须给椅背上安装上能依靠的木头，这样躺在上面才会更加舒适。为了方便自己坐在椅子上喝茶，安娜决定在椅子旁边安装一个单独的桌子。先搭建出一个木桩，使用手工锯在木桩中间位置锯出凹槽，接着制作一个十字支架，把提前加工好的木板钉在支架上面，就得到一张纯木的小餐桌。这样的度假小屋配上这样的桌椅，简直不要太会享受生活。有了全新的桌椅，吃饭的地方就得转移了。从屋内拿出水果和水壶，摆放到小桌上。忙完一切，安娜来到火堆前，拿着叶子给火堆来了一番助攻。把火加大后，安娜才用水清洗了一下，准备先吃点水果。这么大的香瓜我也是头一次见，可以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吃着，也可以躺在椅子上享受起闲暇时光。被加持过的火焰吞吐着熊熊烈焰，炙烤着美味的食材。为了防止鸡被烤焦，安娜在一旁辅助着，不多时鸡就烤好了。焦黄的表面看起来还真不错，迫不及待地割下的大鸡腿，美美地吃了起来。不过这么大只鸡，你确定你真能吃完吗？吃着美味的烧鸡，喝着甘甜的山泉水，这是个什么神仙日子？这一餐足足吃了几个小时，天色也暗了下来，享受生活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把自己的心带入你的位置，用3分沉静来体会你的咆哮。不要指望麻雀会飞得多高，因为上面是鹰的领域，只有找准位置，你才会幸福。